Hello，大家好，我是 Caitlin。你有没有经常听身边的人问这样的问题，说我有现金买房，为什么要贷款给银行交利息呢？那不瞒你说，我一直都觉得这句话颇有一番道理，直到我自己在投资的过程中细致的去研究了在美国买房现金和贷款的区别之后，那我的想法就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了，并且通过实践表明，在美国贷款买房其实是有很大的福利和好处的。那接下来我就把关于这个问题的领悟和实际经验分享给大家。首先说关于房产啊，中国和美国是有很大区别的。咱们国内的房产主要的挣钱方式就是靠增值，那美国的房子呢，除了增值之外，其实还是能够通过租金产生很高的现金流，有很高的出租价值的。那如果贷款在中国购买房地产的话，租金收入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哈，完全没有办法裹住咱们这个贷款。所以呢，每个月真的是从自己的腰包里面掏出钱来交给银行，那这肯定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在美国的房地产就很不一样了，有很多地区的租售比都非常的好，可以通过租金每个月产生很高的现金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极有可能用房子出租所产生的这个现金流去付银行的贷款和其他的运营支出，然后还能再有额外的盈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现金流，达到一个所谓以房养房或者说是以租养贷的状态。其实让我醍醐灌顶的呀，还是在读到 Robert Kiyosaki 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的时候呀，他提出了一个好债和坏债的概念。那什么是好债呢？就是在我们借了债之后呢，还能往我们兜里面装钱的，这是好债。而在我们借债以后需要不停的从自己的兜里面往外拿钱的债务，这就是坏债。如果我们通过银行买到一个好的资产，然后还是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创造收益，往我们兜里面装钱，那这样的事情我们是应该有一件做一件。反之，如果我们借债去满足一些个人的消费和挥霍，然后每个月还要拿出钱来供应这个贷款，那这样的坏债我们应该尽量的避免。所以你想想看啊，中国的贷款由于没有高租金的支撑，其实就是坏债的概念。而美国这种债呢，只要你在购买前做好足够的调查和研究，然后买到能有现金流的房子，那么这就是妥妥的好债啊。除此之外啊，贷款买投资房的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扩大我们的收益。那相比于股票啊、基金啊、其他的投资，房地产是一个相对非常稳定，然后风险相对可控的投资工具，所以房地产本身的收益呢，也相对来说比较低。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能够谨慎合理的利用银行贷款，就可以在稳定的投资当中实现更加可观的投资回报。举个例子来说啊，如果你有20万的现金，那你可以用这个20万来买一栋投资房。那过了一段时间，这栋房子它涨到了22万，那你通过房产增值所带来的投资回报，那也就是 10%。如果你的20万现金分成了5份，然后付 20% 的首付向银行贷款呢，你就可以买5栋类似的投资房。那这5栋各自增值2万，给你带来的收益就是2万乘以5，也就是10万美金，除以你开始的投资额20万，那就是 50% 的回报率。同样的道理，在增加现金收益的情况下也是适用的。假如说一栋20万的房产，除去各项支出之后，每年有1万2的净收益。那如果你是现金买的话，收益率就是1万2除以20万，也就是 6%。那如果你以 5% 的利息向银行贷款 80%， 也就是贷款16万嘛，那你每年需要还的利息就是16万乘以 5%， 也就是8000块钱。那你把这个8000块钱的利息从你这个刚刚我们讲1万2的净收益里面减出来，你贷款后每年的净收益就是4000块钱。你可别小看这个4000块钱，你别忘了，你可是只花了 20%， 也就是4万块钱的首付来购买这套房子。那这4000块钱的净收益除以你4万的投资，这就是 10% 的收益。最关键的是，你原本20万的现金，如果用现金买房的话，你不是只能买一套吗？但由于你的贷款首付只需要4万块钱，那同样的投资房，因为你买了5套，你一年的净收益就变成了4000块钱乘以5，也就是2万块钱。那这可比现金时候买的那个1万2的回报率高了整整8000块钱。而且由于你把资金分散在了5套房子上面，这样不仅能增加回报率，还分散了你的风险。其实这个是我在大学的时候这个 finance 课里面学到的一个基本概念，几乎世界上所有的500强的企业都会用借债的形式来扩大自己的收益。换句话来说，就是用别人的钱来给自己挣钱，那别人也挣了钱，你也挣了钱，妥妥就是一个 win-win。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在投资房地产的时候要贷款，就是它能够让我们去买到更好的更大的资产。一般来说，这种在最好的地段最优质的房地产它都是非常贵的，那当我们想要买到这种更大更好的资产的时候，可能像银行贷款也就成为了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而且越好的资产，尤其是这种上几十或者几百 million 的项目，银行或者一些 government agency
甚至其实愿意提供一些更好的贷款项目、更低的利率和更灵活的条款。当然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哈，通过这个银行贷款投资房地产有它的种种优势，但是也有它相对应的风险，所以一定要了解透彻，谨慎的使用。那我认为至少要保证以下2条房地产的铁律。第一就是一定要保证有正现金流，只有我们有足够的现金流，我们才能够长期的持有住这个房产，吃到它长期增值的红利，也就不用太担心房价在短期之内的波动了。我觉得这就好比一只就是可以下蛋的母鸡啊，只要它可以一直下蛋，我们就不用太担心它的这个市场价值在短期之内的波动。但是要注意啊，在我们分析这个投资房的时候，千万不要为了让一个投资房数字上看起来合理，而不去计算这些实际运营中的无法避免的这些支出，特别是在预估一些非硬性的支出的时候，比如说维修费啊、水电费啊，然后还有一些定期难以避免的这种需要更换的大型支出，一定要留出合理的 reserve， 不然的话哪一天可能一个大件的更换就把你所有的现金流都给吃掉了。第二就是一定不要用银行贷款去做任何有投机性质的事情，比如说为了赌某一个地区的短期增值，通过银行贷款购买了多套房产，那这样的话万一事与愿违，房产本身又不能以房养房，以租养贷的话，那你每个月可能都有负的现金流，这个就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那可能你还没有等到这个房价涨上去，就不得不出手把它给卖掉了，那这样的话真的有可能会赔得血本无归。好啦，那这期关于现金买房和贷款买房的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和问题呢，欢迎在留言里面告诉我们。希望大家能有一些新的收获，也在自己投资房地产的这个过程中合理的运用银行贷款，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的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财富。如果你看到这里的话呢，就给我们点一个赞吧，这将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也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更多关于房地产投资的话题。谢谢大家啦，我们下期再见。